Hello，大家好，今集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廣受關注嘅天體。咁就佢就喺7月嘅時候咧，首先被發現啦。咁就引起好多天文學家啊、天文業餘愛好者啊，或者係UFO 愛好者啊、外星文明愛好者嘅廣泛關注嘅。咁我諗大家都知道我講緊嘅就係 Three Eye Atlas。咁佢喺7月嘅時候，首先就被發現啦。咁當時已經引起一個熱話，因為佢突然之間喺太陽系度出現。咁科學家啦，咁就認為佢係一粒普通嘅衛星啫。咁但係從佢嘅即係佢個路徑啊、佢個光度啊不斷嘅變化，甚至乎而家顏色都變埋啊。佢身邊又出現其他好細小又光度好光嘅天體啊。咁就開始好多人懷疑，其實根本並唔係一粒嘅衛星啦。咁會唔會係一隻外星太空船嚟侵入地球啊？咁就開始出現一啲咁樣嘅輿論，製造一啲好無謂嘅恐慌啦。咁其實我覺得就地球人比好多外星文明其實更具侵略性。不過我哋今集就唔討論呢啲啦。咁究竟Three Eye Atlas 係一個乜嘢嘅天體咧？咁我有睇過唔同嘅一啲channel 啊，或者係一啲嘅 psychic medium 啊，甚至乎有跟外星文明聯繫嘅一啲嘅人士啦。咁佢哋得到嘅資訊係乜嘢咧？咁即係唔同嘅資訊可能會嚟自GFL 啊，或者係 GFW。咁首先我唔想講GFL 同 GFW 係有咩分別啦。咁兩個都聲稱係一個外星嘅文明嘅一個組織，但係我知嘅係比較相信嘅係 GFW 嘅信息來源嘅，因為咧GFW 全寫啦就係 Galactic Federation of Worlds， 咁就係由唔同外星文明所組織嘅一個嘅組織啦，一個機構啦。咁喺地球上就我喺之前另一個影片都有介紹過 Elena Danaan，咁佢就喺地球上同 GFW 嘅一個直接嘅聯繫者，咁佢哋係做一個 physical contact， 就並唔係經過 channeling 啊呢啲咁樣嘅方式去聯繫。咁佢亦都係將一啲嘅科學家同GFW 嘅外星文明或者 GFW 入邊嘅科學家去 connect 咗。咁所以我覺得就佢並唔係一個自説自話嘅人，而係有好多實質嘅證據證明佢係的而且確同 GFW 係有聯繫。咁所以我比較相信佢嘅説法嘅。咁根據佢嘅資料來源啦，當 GFW 近佢嘅飛船去靠近呢個衛星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其實佢外層所嗰層嘅煙幕啦，其實係由一啲嘅外星科技啦嘅投影出嚟嘅一個全息影像嚟，令佢看似一個衛星，又或者一個太空岩石咁樣。但其實當好近距離咁去睇清楚佢嘅時候咧，佢係一隻好遠古嘅太空船，遠古到甚至比太陽系嘅年齡還遠古。咁佢嘅外邊咧有一啲好細小嘅窗戶啦，咁入邊係冇着燈，裏邊亦都係冇任何嘅船員喺度，或者任何嘅外星人喺度。而相反咧，寄居咗喺入邊嘅其實係一個 plasmic consciousness。咁我諗我哋要好開明咁接受就係或者我自己本人都會比較接受嘅就係生命並唔一定需要以一個physical body 去存在，即係一個物理嘅狀態去存在，亦都唔一定需要有陽光，唔需要一定有水源或者係空氣、氧氣，你先可以有生命嘅存在。生命其實可以以唔同嘅形態，用一個唔同嘅食物或者能源方式喺太空唔同嘅地方去存在嘅。咁而呢個 plasmic consciousness 亦都係一個非物質嘅生命體。咁呢一種非物質嘅生命體係靠乜嘢去生存嘅咧？其實就係靠行星，即係好似我哋太陽
嘅引力場。因為引力其實係一種重波，佢係會穿過有好多微細粒子或者係原子所組成嘅液態。當呢啲原子或者粒子受到呢種引力場嘅激活嘅時候咧，佢係會產生一種能源。咁而呢一種生命體咧，就會靠呢啲嘅能源或者能量咧，作為佢哋嘅食物去生存嘅。咁佢哋都會依靠行星嘅作為一個指引啦。咁就佢哋會係 travel between star to star 啦，即係靠行星嘅指引去喺呢個宇宙裏邊去幫佢導向。咁佢亦都會當佢好接近行星嘅時候咧，亦都會靠佢嘅引力場咧去反彈，令到佢加速繼續去前進。咁我頭先所講啦，喺呢個太空裏邊其實並唔係真空嘅。呢個太空裏邊其實係充滿咗好多粒子同埋原子。咁當我哋都知道，其實宇宙大部分係由暗物質所組成，暫時而地球嚟嘅科學係未有辦法可以去偵測到呢一種嘅粒子嘅存在。咁呢一個嘅 plasmic consciousness 佢嚟太陽系嘅目的係乜嘢咧？咁其實佢係嚟探索。佢只係嚟太陽系搜集資料，以一個探索者嘅身份嚟到呢個太陽系，係完全冇惡意，佢係一個善意嘅來者。呢一種嘅 plasmic consciousness， 除咗可以寄居去太空船之外咧，佢亦都會寄居喺一啲嘅岩石啦、大型嘅建築物啦，甚至乎係衛星。正如我哋嘅月球一樣，其實月球嘅中心都有一團咁樣嘅 plasmic consciousness 嘅存在嘅。但係其實佢哋並唔可以寄居於人類嘅身體，因為佢哋嘅能量實在太大啦。咁人嘅身體係冇辦法負荷，但係佢哋可以係依附喺人類嘅身體上面。咁其實喺 Area 51亦都曾經出現過一個咁樣嘅 case，就係一個咁樣嘅意識體啦。咁就係依附咗一個人身上。咁喺太陽系大部分嘅衛星咧，其實係由包住太陽系外層嘅 Oort cloud 所射出嚟嘅一啲嘅隕石嚟嘅。咁點解咁耐以嚟會得咁少嘅系外天體進入太陽系咧？原因係大部分應該話所有嘅行星系統嘅外圍咧，其實都係俾一個 plasmic shield 一個等離子盾去所保護住嘅。而呢個等離子盾咧，其實係由太陽嘅引力場所形成。等離子筒咧就係每一顆行星所產生嘅 torsion field， 而呢一種扭曲嘅空間同時間嘅所製造出嚟嘅電磁場咧，係一般嚟講都係唔可以穿越嘅，比一般嘅天體都係唔可以所穿越嘅。大量嘅天體啊或者星際物體咧，其實或多或少咧都係喺銀河系嘅平面上面去運動。咁而呢個以太啦，就充滿咗好多個各式各樣嘅粒子。咁佢哋就會有啲密集嘅區域啦，或者係一啲稀疏嘅區域啦，以一個好唔合邏輯嘅方式啦，就交替咁樣出現。咁以至到咧好多物體會經常咁樣互相去干擾。咁而呢個等離子盾咧就作出咗一個為呢個行星系統即係 planetary system 咧作出咗一個好好嘅保護，令到我哋唔會同唔同嘅物體去互相去干擾。咁所以咧，其實大部分嘅行星系統，應該話所有嘅行星系統咧，都會有一個咁樣嘅等離子盾。咁就視乎嗰個行星嘅大小啦，同埋佢個速度咧，就決定咗佢嗰個延伸嘅範圍。咁當佢嘅質量越大，速度越快咧，咁嗰個延伸範圍，呢個等離子盾嘅延伸範圍咧就會越廣嘅。咁一般嚟講，當一啲天體想穿過呢個等離子盾嘅時候咧，佢係會俾呢個等離子盾嘅引力流咧就轉移翻出去。咁就甚少咧，即係並唔係話完全零啦，但係甚少咧係有一啲天然嘅天體咧能夠穿越呢個等離子盾而進入太陽系或者其他嘅行星系統咁樣啦。但係非自然嘅星際物體啦，例如太空船啦，佢哋就有可以穿過咁樣嘅等離子盾，因為佢哋有自己嘅扭場。咁
咁就可以幫佢哋去即係穿過到呢個等離子筒。咁一啲太空船啦，睇起嚟好似岩石啊，或者偽裝成一啲嘅彗星咁樣咧，其實亦都係某種外星文明嘅一個慣常嘅特殊做法嚟嘅。咁其中一種外星文明咧就叫做 Xenis 啦，佢哋係呢一方面嘅大師。咁呢一啲嘅星際物體可以係一啲被遺棄嘅飛船啦，或者係從某一個母艦射出嚟嘅一啲嘅探測器咁樣。咁佢哋可以再有船，又或者就好似呢隻飛船咁，再有一個意識體。咁今集嘅內容咧，就可能覺得講得有啲深啦。我哋要接受就係生命係可以以唔同形式去出現，而我哋呢一個天外來客其實係一個善意嘅來客，純粹係嚟探索。如果你係有做開冥想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嘗試同佢去連接，咁你可能可以攞到好多關於宇宙嘅知識。咁今集就講到咁多先啦，拜拜。